呀，我们山里面也发生了泥石流了。你看，从上面山顶直接滑到水沟里面。我们贵州前半个月一直都在下大暴雨，龙江县整个县城都被淹没了。我们没想到我们山上也发生了泥石流。你们看，就是那个位置，前几天都没有发现，是今天刚看到的。应该也是前几天下大暴雨的时候那里垮下来的，还挺大的，从山坡上就一直滚落在下面河沟里面。那个位置好像是他们挖水池的位置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我们山上之所以没有被淹，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还挺好的，但是那里发生泥石流，是因为经常下雨，那些土质变松了之后，它就从上面直接垮下来。我们买的那块土上面也垮下来的填坎发生了2个位置，然后我们的土也变得越来越小了。因为如果它那个填坎垮下来的话，我们那个田地就没办法正常的和以前一样宽，所以老妈种的那些辣椒也被淹没了一些。现在发现那里的泥石流更大。我们从这个位置看的话，它是从山顶上一直滑落下来的。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受损面积有多大。如果是受损的比较大的话，估计那些村民他们种的菜地也会有一定的影响。而且在那个半山腰是不是有一条马路？对。它就在马路的上面，然后一直滑落下来，而且还挺高的。对，就在那个地方，你看。你们看，从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，就从那2棵树那里就是马路，然后一直滑落在这里。还好当时这下面没有人，要是有人的话，淹没在里面了都不知道。对，我们平时捡蘑菇的话，都会从上面那条马路去。它应该是从马路的下方直接塌下来的，我们去看一看。看这个样子是没有伤害到村民的庄稼。它应该是把我们平时那个河沟给淹没了。对，那个水到时候肯定不会轻易的流下来，不知道对我们水井有没有影响。如果是我们的水井和它塌方的地方要矮一点的话，那我们的水井那个水就被堵住了，就出不来水了。应该没有影响，但是这个位置好像就在他们挖水池的那个位置。哎呦，被影响了，你看，哇，这里全部都在漏水，水直接改方向了，它都不从河沟里面流了，从我们的大路上面流。真的是他们修水井的位置。对呀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哇，好吓人啊！你说是不是因为他们挖水池的时候把下面掏得太空了，然后就直接从上面那个石头滚落下来？怎么可能？你就算是挖隧道，那个山也不一定会垮呀。还是因为下暴雨的原因？对，连续下了半个月的暴雨，然后就造成了山体滑坡。你看，从这里新修的水井都没有用了。哇！天哪！我的天哪！这么大块石头，直接把他们的水井给淹没了。这个石头太吓人了，上面滚下来。对，天哪！没想到在我们村里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哇！你看他们一开始的这个水井还是修的挺高的，现在滑坡了之后，这个水井直接是在脚下了。对。看来这里这个水井他们应该也是用不了了的，里面还有水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它原本是一个河沟，一条河沟像这样下来的，然后他们就在这里把水给拦截了。现在这个滑坡直接滑到他们水井里面，水井里面的水也用不了了，河沟里面的水也没办法流下去了。对，直接一眼望不到点。
天哪！太高了。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一瞬间的事情吧，可能是。你说我们住在山里面，隔这么近，都没有听到声响，我觉得应该是晚上半夜的时候垮下来的。对，要是白天的话，它的声音肯定会很大。那么大一块石头滚落下来，能没有声音吗？我的天哪！这么大一坡上顶，全部。这个就是从马路上面的那个位置开始垮的，不知道那个马路有没有影响？应该没有，我看应该是从它的下方开始的。啊，中间还有几棵树在那里挡着，都没有挡得住。对，太危险了，还好没有在我们房子旁边。我们房子旁边应该不会，因为我们房子旁边它不是靠着山的，我四周都是很空旷，而且是很平坦的。对，所以一般我们的房子是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。对，我们这里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台风。还好这里也没有什么庄家，也没有什么人家户。对，刚好受损的就是这个水井，他们新修的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修那个蓄水池还好，没有修到靠山的旁边。靠里面的那个位置，要是修在里面的话，也会被淹没的，因为里面也垮塌了2处。对，我就担心我们蓄水池的那个位置，到时候它那个田坎直接垮下来，也把我们的那个蓄水池给淹没。对，我们走吧，这里还是太危险了。对，等一下那上面的石头滚落下来，太大个了，这个石头。我们看一下这块石头滚下来，它就直接滚停在这里了，还是没有打到前面的这个宝坎。如果是直接滚到这边的话，这个宝坎也会塌掉。对，所以我们下雨天还是就要待在家里，不要随便到处出去跑。对。你们看，这里就是我们下面的那块地，然后直接就从这里开始垮下去的。他们临时来做了这个宝坎，然后下面就没有管了。你们看，这里是最严重的，他们的秧苗都差一点掉下去了。这里的面积还是挺宽的，直接弄到我们的辣椒地里面去，辣椒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从这里看，差不多我们的地就只有这边一部分，然后这边这一部分都没有了。我感觉我们还是处理不了。这里如果是我们给它铲平的话，这泥巴没地方铲，如果是铲到这下面去，人家肯定也不愿意。我们这里这块地一开始是到这个里面水桶里面的，这里这一部分肯定就种不了庄稼了。从这里开始，前面那些是可以用的，这边这一部分到时候顺其自然吧。如果是能用的话，就把它利用起来；不能用的话也没办法。